最近特别流行一个词叫松弛感。网上对松弛感的高赞定义是：不纠结，不焦虑，不拧巴，情绪稳定，随遇而安，舒适自然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要达到这个标准并不容易。孩子的教育、老人的身体、工作的业绩都要兼顾，哪项出问题都难免失控。收入的波动、账单的增加、竞争力的下降都让人紧绷，哪项摆在眼前都难免焦虑。人到中年，想要松弛太难了。不过1600年前的一位古人倒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。这位古人在世时官做得不大，名望也不高，生活还时常需要接济，但千百年来人们追慕他，赞美他，只因他活出了一种敏感而不多愁，清贫却不沮丧，生活简单却精神丰富的松弛境界。这位圈粉无数的古人就是陶渊明。他用云淡风轻的一生告诉我们，只要不与自己为难，人生的每刻都是良辰。生活中的松弛感有多重要？为什么人人都爱松弛感？一时间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。很多时候我们张口闭口爱自己，却不顾眼下身心俱疲。真正应该明白的是，生活不在一味较劲，而在游刃有余。有人描述松弛感是一种能与自我和谐相处，各方面也都通透自洽的气质。不急不躁，用平常心来过日子，坦然活在自己的时区，这就是最好的养生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曾分享过一则故事。女孩阿信是一家公司的管理层人员，薪水颇丰。在她家中有年幼的一儿一女，聪慧可人。可是在旁人看来十分优渥的条件里，她却整夜的严重失眠。咨询师问阿信，睡不着的话，明天可以晚点工作吗？阿信想也没想，就果断地摇了摇头。原来自从疫情爆发后，阿信公司的状况江河日下，幸亏整个团队齐心协力，不惜一切代价转型，才最终保住了公司。对倔强的阿信来说，他的字典里没有偷懒二字。咨询师又问，晚一点去公司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业务安排出问题，耽误重要决策，错过大客户，引起不满。阿信脱口而出一串答案。咨询师直言，所以你害怕放松。在如此紧绷的状态下，再幸福的生活也难以真正感受到。早在2019年，詹青云就发微博说，这一年过得好累，所有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都觉得像在犯罪，已经好几个月没看过电影了。在今天，这又仍是多少人的真实写照。一位22岁女子熬夜加班的时候，急性肠炎发作，在凌晨2点被送进了医院。一名外卖小哥承受精神重压，情绪难以排解，最终被诊断为抑郁与焦虑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争分夺秒才能成功，以至于习惯了每天都满满当当。殊不知，马不停蹄的生活要用身体代价来补偿。一定要明白，并非所有的事都是越快越好，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加速飞跃。任何忙碌都不是消耗自己的理由。半个自己往前走，余下半个给洒脱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最该有的生活状态。它不仅是一种智慧，更是难得的格局与气场。经常听人说，日子有盼头，人就有干劲。确实，在生活中保持希望是一种智慧，但更要明白的是，未知随处都在，坦然才是后盾。网友安安曾经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。他曾是某个2线城市的上班族，25岁那年，由于难以忍受公司的琐碎事务，他决定转行，从事自媒体行业。手机里的知名博主们粉丝几十万，光鲜亮丽的同时，收入也颇为可观。渴望成功的他似乎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未来，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对每一次更新都寄予了厚望。谁知一段时间过后，账号不温不火，他竟陷入了数据焦虑的泥沼。面对每天变化的资讯，活得越来越拧巴。楼上传出一丝杂音，他便烦躁不安，一旦数据有所下滑，他就会暴跳如雷。可越是如此，情况就越不尽如人意。
更糟糕的是，他的这种情绪蔓延到了周围人的身上，无时无刻的依赖，枷锁般的高期待，让一切雪上加霜。最终，她和闺蜜大吵了一架，与老公的关系也下降到了冰点。这时她才意识到，假如自己能够从容一些，也许一切都大不相同。如果尝试手握沙土，你会发现，越是想要攥紧，反而流失得越快。像极了在快节奏的当下，许多人怀着很强的功利心，付出一点努力便希望看到效果，投入一段关系便期待高额回报。因为在乎，所以拉紧神经，不断检验收获，试图避开失望。明明可以自由愉快的心情，也在患得患失中沉重下来。一个可怕的事情是，真正的灾难往往是从不断担忧开始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豁达，放下一些事情，更加通透地看待生活。人这一辈子，不求事事顺心，满足常乐便足矣。很多年前，老家流行一种烧饼，仅一条街上就有好几家店铺。邻居张叔经营着其中一家，饼的味道颇为独特，却因为每次出炉的数量很少，常常要排队买。一次，有个城里人来到村里，开始宣传新的烤炉，一次能烤1箱呢，几分钟就能出炉。老板们很快被吸引过来，争先恐后购买新烤炉，唯恐慢一点，好事就被别人抢了先。只有张叔无动于衷。没过几天，一款改良型添加剂又火了，揉面时加一点，饼不但能保存更长时间，还能增香。很快，街上的烧饼全都改头换面，只有张叔还在一如既往地卖传统烧饼。隔壁老板娘很疑惑，你怎么不紧跟潮流呢？张叔只回答了一句话，那就不是烧饼该有的味道了。村民渐渐发现，当原有的节奏乱掉时，再香的饼也失去了朴实的口感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许多烧饼店逐渐冷清，接连关门。唯有张叔的店以正宗闻名，成了老家的知名招牌。现实中，我们也经常被各种潮流和标签裹挟，身不由己。其实，真正让你害怕的不是落后，而是直面自己的内心。谁都可以随波逐流，它能隐藏起慌张，佯装出体面。但能够驾驭人生的，一定是可以控制频率、内心稳定的人。要明白，没有任何必须遵守的标准，在自己的时区准时，便无所谓落后与领先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松弛的人生要学会积极的放弃。陶渊明参加工作晚，29岁才出仕为江州祭酒。虽然年纪有些大，但他仍坚信自己退可独善其身，当一名快乐的隐士，进可兼济天下，当个既黎民于道玄的好官。可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自己既没有忠言直谏的机会，也没有让上司刮目相看的能力，处理人际关系也不怎么擅长。可能是没有遇到明主吧，郁闷的陶渊明决定暂时隐退。6年后，他再次出仕，结果和上次一样，领导算不上明主，自己也算不上能力，越干越憋屈，只得再次回家。他就这样游走于出仕与归隐之间，直到41岁任彭泽县县令时，留下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全是乡里小人血的名言。然后彻底告别官场，朝田园的方向欣然而去。我的性格不适合官场，不妨去追求田园。认清了自己的陶渊明，不再以事业为念，而是放过了自己，欢喜地开始下一段人生。在大多数文化中，放弃都是可耻的行为，陶渊明却告诉我们，当你被无意义的人和事折磨时，放弃才是积极的选择。放弃的艺术中，作者曾将放弃分为2种。有人为逃避频繁跳槽，每份工作都以负面情绪过多结束；
有人碰见破事，第一反应不是断舍离，而是在无数次反刍中折磨自己。这些行为都属于消极放弃。有人结束了一段长跑关系，很多人惋惜，但他知道自己在这段感情中消耗大于收获。有人放弃了原本舒适的工作，很多人觉得不明智，但他知道自己能在挑战中获得新的激情。正确的评估自己与目标的适合度，再就此调整规划，这些行为都属于积极放弃。害怕不确定性，在不喜欢的事上咬牙坚持。担心沉没成本，不愿结束一段糟糕的关系，最后只会浪费了时间，也消耗了自己。一条路走不通就转弯，一段感情留不住就随缘，一件事想不通就忘记。与其处处较劲纠缠，不如放过自己，看开看淡。松弛的人生需要学会慢慢来。陶渊明26岁的时候，长子阿叔出生。初为人父的他，激动地写下了《命子》一诗：悠悠我祖，源自陶唐。渺烟于滨，历史崇光。孩子，我们的家族很了不起，你将来一定要延续家族的荣耀。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，突然转念一想，如果儿子就是一个普通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尔之不才，亦以焉哉？如果你不能成才就算了，前面就当我没说。多年后，他又在《择子》一诗中吐槽道：虽有5男儿，总不好执笔。老大不爱学习，老二比他更懒，老三老四连6和7都分不清，老5就是个吃货，也不像有出息的样子，怎么办呢？天运苟如此，且尽杯中物。既然命该如此，我还是继续喝酒吧。你看，一不为难自己，二不为难他人。陶渊明的接纳比一般人来的彻底。熟读老庄的他相信，人生的夭寿穷通就像四季变化一样自然，无法干涉，也无从抱怨。所以人也应该像顺应四季一样，接受人生的风雨变化，按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心理漫画集《抱住棒棒的自己》中，一位来访者生下2胎后，发现丈夫出轨并转移财产，一边要打官司，一边要照顾孩子，强大的精神压力让她陷入了严重的抑郁。朋友的开导让她得到了一时的轻松，可时间长了又陷入焦虑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她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。在熟悉的家里，在父母面前，无论是想哭、想偷懒、想逃避，她都会得到一句“你可以”。这种彻底的接纳也让她开始放过自己。或许现在的状态很糟糕，但我会重新工作，融入社会，可能过程很慢，但我相信自己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很多人之所以活得累，就是神经太紧绷。工作要做到完美，孩子要上最好的学校，生活要比别人都强。这种紧绷的背后，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接纳。我不够好，我的家，我的孩子也不够好。下面这段话，你可以经常拿出来读一读。抬起双手，交叉环抱自己，拍拍你的肩膀，告诉自己，过去的我已经做得很棒了，剩下的我真的可以慢慢来。孩子成绩不好，没关系，带着孩子慢慢来。人到中年，学习新技能很吃力，没关系，允许自己慢慢来。和伴侣总是拌嘴，结婚多年还在磨合，没关系，允许我们都慢慢来。只有彻底接纳自己，心疼自己，关照自己，允许一切慢慢来，我们的心才能真正的松弛下来。松弛的人生，要学会寻找自己的圆满。少无世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与大部分隐士选择隐居的初衷不同，陶渊明的隐居是建立在真正热爱田园生活的基础上，所以他的诗歌里没有过多的愤懑与不平，只有错落的村庄，袅袅的炊烟，街坊邻居相互串门，知己好友共赏奇闻，就像一部优美恬淡的风光纪录片。这也正是陶渊明的可爱之处。活得很辛苦，
但依然会生活。世界尽头的咖啡馆中有一位叫安妮的顾客，平时工作忙，他会通过购物来减压，但这些东西他却很少真正享用。某天他看着长长的账单，忍不住失声痛哭。后来在服务员凯茜的启发下，他终于弄清了，工作、外在那些所谓的圆满，只是满足了别人眼中的优秀，并不会让自己持久的开心。想通了这一点，他开始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每天都留出1小时去挖掘自己真正热爱的事，比如读书、远足。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自己不再需要面对长长的账单了，对物质的依赖也随着热爱的实现发生了改变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这一代人比起以前更富足，也更贫乏了。你有多久没感受过虫鸣花香？有多久没有观察过天上的星河？你又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思考一个问题，或者陪孩子读完一本小书？我们好像习惯先谈活着，再谈生活，觉得钱攒够了，退休了，才有资格让自己快乐。走得太快时，记得等等灵魂。不要因为生活的疲惫戒掉你的思考、趣味、热情和分享欲，也试着在休息的片刻忘记考核、绩效、DDL。 就像有句话说的，你不要只是路过，你要感受；你不要只是活着，你要生活。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陶渊明想告诉世人的，从来不是凡尘有多吵，归隐有多高，而是在凡尘中也能达到内心调和之境，让心中的幸福感常驻。这不正是我们追求的松弛感吗？它不需要大动作，而是在于稀松平常的每一个当下。画家何多灵曾在《13邀》中讲述了一个观点：任何事情都要松一点比较好。太紧的人生拧巴而焦虑，松弛下来反而事半功倍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，太过用力终究难以走远。不捆绑，不期待，不改变，才能相处不累。1. 不捆绑。春晚经典小品《实诚人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魏基安和妻子黄小娟赶着吃完饭去看演出，不料郭冬临饰演的小石连招呼都没打就突然上门，还要留下来吃饭。吃饭时更是擅自打开桌上的酒，自顾自地喝了起来，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。眼看演出时间就快到了，夫妻俩很着急。黄小娟暗示小石早点回去，不然路上不安全。可他仿佛没听见。无奈，黄小娟又对他说：“我们有急事，新春音乐会马上开演了。”但小石依然没眼色，说：“你有事可以先走啊，只要魏基安留下来就行。”这下魏基安也不好意思赶他了，只能对妻子说：“要不你先走吧，我这有事走不开呀。”可就在这时，小石竟一把将魏基安手里的票抢了过来，道：“你有事就忙你的，我没事啊。这演出票挺贵的，不能浪费。”生活中总有些像小石这样的人，仗着关系好，随意介入别人的生活，打着好朋友的旗号就让你帮他办事，却忘了再好的关系过度越界也会让人感到不适。不彼此束缚，保持一定距离才是最恰当的交际方式。国画大师黄永玉和钱钟书是邻居，两家相隔不到200米。然而在近20年的时光里，黄永玉只去过钱家2次，就连给钱钟书送春茶春笋，他也只是打个电话送到门口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不想去，只是自爱，珍惜他们的时间，他们夫妇俩是真在忙着写东西。人应该相互体谅和理解的。”而钱钟书也在文章《谈交友》中提到，没有比中国古语塑交更能体现友谊的精髓了。在挂念对方的同时，为彼此留下足够的空间，感情也会越发深厚。复旦教授陈果曾说：“人与人就像2个王国，各自应当保持着宽阔、自然而舒适的疆域，甚至在疆域之间要有一个中立地带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好的关系也应有各自的边界，
不过度捆绑，不过度消耗，才能浓淡相宜，恰到好处。2. 不期待。马尔克斯曾在《百年孤独》中写道，人生的实质就是一个人活着，不要对他人心存太多期待。世间人情薄如纸，凡是指望别人有所回应，最终难堪的只会是自己。电影《两只老虎》中，张成功和范志刚不仅是战友，更是肝胆相照的兄弟。因为负伤，范志刚提前转业回了老家，不料头上的一块弹片压迫了视觉神经，急需手术取出，否则就会失明。可当时的他身无分文，只能找人借钱，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成功。当初在炊事班里，张成功因怯弱常被同伴欺负，每次都是范志刚挺身而出，将他护在身后。张成功被人辱骂，范志刚就朝骂他的人泼开水。张成功爱吃肉，范志刚就每天偷偷给他留肉。张成功对他十分感激，更是信誓旦旦道要做一辈子好兄弟。他知道张成功退伍后下海经商，生意风生水起，手里肯定有闲钱，于是急切地拨通了张成功的电话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。可张成功一听他是要借钱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而他的理由竟是我怕你还不起。听罢，范志刚整个人仿佛跌进了冰窖。看过一句话，别期待任何人，因为当你在黑暗中挣扎时，连影子都会离开你。人往往容易高估一段关系的重要性，可事实上，没有人能完全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把你列入重要名单。不期待，不是对关系的不重视，反而是将每一次小小的相处都当作意外之喜。3. 不改变。台湾作家白先勇和主持人陈文茜是好朋友。白先勇曾评《牡丹亭》轰动两岸三地，可陈文茜却从未发表任何赞美言论，好似丝毫不感兴趣。一番了解后，白先勇才知，在陈文茜的眼里，爱情是不可靠的东西。他也不明白，《牡丹亭》中的爱情为何能超越生死，穿过世俗。得知缘由后，白先勇不再在陈文茜面前提起《牡丹亭》，也很少请他帮忙宣传、发表意见。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因此改变。陈文茜说：“我十分感谢他的理解。他可以创新，我可以顽固，谁也不去改变谁。”书画家启功和谢志柳都是书画界的宗师，但他们的学术观点有时候相左。在草书《古诗四帖》的作者考证问题上，谢志柳通过对运笔手法的研究，认为他是唐代书法家张旭真迹。启功则从文献注录、避讳文字等角度出发，认定他是宋人作品。二人各执己见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甚至为此打过笔仗，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会就此决裂。但没想到，他们仍旧同以往一样，一起出席各种场合，交流书画心得。对于两人关系，谢志柳这样说道：“学术可变，友谊不变。”也正因如此，两人的友谊才能持续终身。其实这世上最难的，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。白先勇不改变陈文茜，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经历不同，乳之蜜糖亦可能是彼之砒霜。启功和谢志柳不互相改变，因为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，不一定要认同，但可以理解和尊重。孔子说：“君子和而不同。”与人交往，只去选择，不去改变，才能相处舒服。很喜欢白落梅书中的一句话：“真正的情，清清淡淡，平平整整，安安静静地摆在那里，从来都不需要太用力。”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是没有关系，允许他是他，你是你，自然能松弛有度，舒心自在。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里曾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，无所谓去了，无所谓见谁。”很多人说希望自己能拥有松弛感，但真正的松弛绝不是躺平摆烂，而是能够随遇而安。
是日理万机，却能照顾好身体。要紧的是慢慢做，是心有向往，却从不苛求什么，允许一切的发生。是愈发优秀，却始终内心清晰，从不迷失于内卷。当一个人恰如其分时，才能拥有披荆斩棘的人生。愿我们都能从容不迫，在松弛感中修炼从容绽放的自己。松弛不是一种心情，而是一种能力。成为幸福的人，比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容易得多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总是搞反了。生活不易，愿我们都能学会好好爱自己。有一种病叫做垃圾信息成瘾。上个月手机弹出一条通知，吓我一跳。通知说，本周手机屏幕使用时间22小时，平均每天超过3小时，使用较多的 App 是微信、微博、地图导航。我和朋友说，没想到自己花了这么长时间在手机上。朋友却说，你这已经很健康了，我每天6小时也不知道做了什么。他爱好看八卦，关注一大堆娱乐号，前一阵还骂某个大叔级明星包小三，没过几天又转变风向说小三不是好东西，捞那么多钱还不满足。朋友说，你看，这些都是小三晒的奢侈品。我略略瞅一眼，实在没什么看头。有些新闻瞄一眼标题就足够，比如某某明星复出，某某包小三，知道有这件事就好，控制在10秒之内，不必点开来看你死我，我咬你的情形，更犯不着站队评理。恐怖的是，朋友因为关注这类东西，只要打开电脑手机都是这类推送，这就是所谓的推荐算法。长期下来，世界好像在对他说，世界虽然很大，你只要看这些就可以了，脑子不需要用。虽然这是电脑算法在作怪，但你关注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算法。当你接受无营养的东西多了，人也变得没营养。我问朋友，你不能看点有用的吗？朋友说，我就想知道这件事的结局。我心里想，哪有什么结局，明星本来就是一个人设。这些新闻看似有传播力，但真的没一点实质价值。好比一盘极恶心的东西，不论你怎么拨弄它，研究它，它仍然恶心的让人无从下口。心理学家亚当·阿尔特说，游戏、八卦、直播等娱乐产品就像毒品，一不留神就能让人上瘾。越关注这些东西，越消耗我们能量。只有主动屏蔽它们，减少关注度，才有机会将精力用在生活本身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屏蔽垃圾反而是一种保护，保护我们的家庭和生活不受干扰，生活才能更美好和高效。有些交往其实是无效社交。大志最怕过年，聚会活动太多。今年春节，大志带家人出国溜一圈，累却觉得值。大志做小买卖，往年正月场子一个接一个，遇到生意上朋友组的局，还得笑着脸跟一群陌生人嘘寒问暖，敬酒加微信，一屋子人满嘴客套话。第二天醒来，记不清见了谁和谁，3天之后基本成陌生人。也有几个继续来往的朋友，但仅限今天到哪吃，待会去哪玩的层次。其中一个朋友喜欢在夜总会消费其他项目，大致很不能接受。他的初衷是想多结交朋友，为自己赢得有用的资源。越到后面他越迷惑，一年吃喝开销10几万，花时间和精力结交的人，不仅没有一个成为真朋友，还差点把他带偏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酒肉朋友靠不住。后来大致逐渐推掉不必要的饭局，开始确实有一部分人际关系流失，但把多出的精力用来钻研业务，生意并没有变差。这种事我也做过，在浙南多年，一直听不懂本地方言，也没啥本地朋友。一次参加活动，被发起人拉进一个群，好家伙，足足500人，来自本城各处，大家整天交流吃喝玩乐信息。开始我抱着努力融入当地生活的心态，积极和大家聊天，遇到问题也尽可能有所回应。偶尔有人加微信，我有一个习惯，新加朋友都会进行分类，而这里的人没办法归到以往任何一类，于是我新建一个名为吃喝玩乐的类别。当吃喝玩乐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在我朋友圈，感觉很搞笑，除了点赞我全不认得。为了融入其中，我努力充当起砍柴人的角色，别人的羊吃饱了，我却两手空空。
那段时间，由于注意力过多放在建立各种关系上，荒废掉原本该学习的课程，得不偿失。人的社会属性决定我们无法独立生活，但真正聪明的人一定会对各类关系有所甄别和屏蔽，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。作家连岳说，一个人的时间没有价值，那这个人就没价值。时间不骗人，把时间用在无效社交和酒肉朋友上，收获的除了短暂的热闹，只有长久的空虚，说不定还会被带偏。精力可贵，拿来锻炼学习，哪样都比深陷无用社交强。屏蔽不需要的关系才是获得幸福的重要方式。只有学会屏蔽，才有可能将精力用在向内求索上，唯有自己有所提升，才可能真正过得幸福。赋能的流量离得越远越好。一个人的思想如果偏离社会最主要的价值取向，有才华反而是件可怕的事。他们会为阅读量制造各种问题，带来各种负面影响，最终肯定走不远。霍金曾说，宇宙中的物质都是由正能量组成的。心理学家罗纳德·波德尔曾说，情绪可以像流感病毒那样传播，传递给密切接触者。加里·斯梅尔是美国洛杉矶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医生，他曾和团队做过一个实验。他们选了一个开朗乐观的人和一个心情忧郁的人，让这两个人共处一个房间。实验的本意是想让开朗乐观的人去影响一下心情郁闷的人，让后者开心一点。没想到的是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原本乐观的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也开始唉声叹气。这个实验表明，不良情绪只需要20分钟左右就会传染给旁人。负面情绪看不见也摸不着，但具有很强的传染性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幸遇到这种浑身充满负能量的人，要尽早远离，屏蔽掉那些负面情绪的影响，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其实社会的发展亦然，永远是正能量引导我们向前，没有人会真正喜欢负能量的东西。面临选择时，请遵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。除了被动屏蔽垃圾，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拒绝制造垃圾。多写温暖之文字，多行善良之举动，让自己变得坚强，亦让别人看到世界阳光明媚的一面。哪怕一时半会养不活自己，但传播美和善良，彼此都会快乐很多。世界越复杂时，越要简化自己。年少时，我们不停给自己生活加料，现在开始学做减法，试着屏蔽不值得的人、事物。我们想身体健康，就挑选健康的事物；我们想生活健康，就获取有用的信息。也许刚开始会难受不适应，感觉舍弃这些短期快乐并没有得到该有的回报。要知道，人生的回报多数不是直线上升的，等时间线拉长，结果自见分晓。想要生活变得更好，学会屏蔽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给自己赋能的事情上，而不是让自己赋能的事。米兰·昆德拉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说，从现在起，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，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，我要向前走，把关注点放在创造价值和愉悦家人的事物上。人生还长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看过一句话，生活总是纷纷扰扰，到了一定年纪，要学会把心门关上，要有在流言蜚语中闲庭信步，在声色犬马中不忘初心的定力。如何做到？锻炼自己的情绪屏蔽力，不被外界迷惑，不被喧嚣干扰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情绪黑洞。在《圈层突围》一书里提到过黑洞人的概念。有些人就像黑洞，不停地散发暗黑能量，将周围的人吸入情绪的泥沼之中。你本想专心复习考研，提升自己，室友灰心丧气地告诉你寒门难出贵子，你的努力根本没有用。你本想努力工作，干出一番事业，同事们自己躺平摆烂也就罢了，还取笑你的努力。你本对爱情充满向往，对婚姻充满期待，一些过来人却跟你无休止的抱怨，只为让你也觉得爱情不可靠，婚姻是牢笼。这些情绪黑洞人从不会谈论生活的美好面，只会把别人拖入和他们一样的情绪黑洞之中。离黑洞人太近，自己也会传染上负面情绪，
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被消耗掉身上的能量。对外界干扰上瘾，只会消耗自己。经济一书中说，在这个时代，信息是爆炸的，知识是过载的，观点是鼓噪的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把网络当成汲取知识的途径，却忽视了无用信息的干扰。查询资料时，一个吸睛的标题可能让你忘记要做的事情；潜心创作时，一个微信小红点也可能让你灵感全无。沉迷于各种无用信息，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，生活陷入空虚。不仅如此，全盘接收外界信息，并不会使我们的思想更全面，相反，还会使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加混乱，然后不断地质疑自己。随便一刷手机，满屏都是成功人士，有人一周读完了3本书，有人各种才艺样样精通，有人年纪轻轻就拥有许多财富。看着看着，内心越发焦虑，仿佛所有人都很优秀，只有自己被抛下。越关注，越在意，便越浮躁。一味地将目光聚焦在他人身上，只会徒增焦虑，背离初心。杨绛先生说，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唯有懂得有选择性的屏蔽，才能专注自身，过好生活。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才是最高效的生活方式。有大智慧的人懂得屏蔽和筛选。王朔说过，所谓活得明白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把评判标准交给别人。相反，最大的愚蠢就是把生活的审判权移交给别人。拥有屏蔽力的人，活得明白，也能活得漂亮。不可否认，在我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形形色色的干扰因素。也许我们无法让这个世界静音，但可以通过屏蔽和筛选降低噪音。越是懂得屏蔽，越能优化我们的思想属性。很多时候，屏蔽是为了给内心的那束光释放的机会。越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也越能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真实且清醒。只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，主动和外界划清界限，才能坚定地守住内心的一方净土，活出自己满意的人生。屏蔽无用的消息。先问个问题，你能想象自己怎么度过没有手机的一天吗？1个月呢？1年呢？前几年，可口可乐就举办了一场挑战1年不用智能手机的活动。来自纽约的伊拉娜·穆格丹突破层层选拔，赢得了参与资格。如果能完成挑战，他将获得10万美元奖金。活动期间，伊拉娜只能使用一部老式的翻盖手机，而之前她几乎和智能手机形影不离。挑战开始的那几天，伊拉娜惊喜地发现，她非但没有想象中的焦虑，反而很享受那种放松和自由的感觉。她还注意到，在没有智能手机的这段时间，她的工作效率竟比之前提高了2倍。最让她不敢想象的是，半年多的时间，她已经读了30多本书，而且睡眠问题也轻松解决了。伊拉娜还发现，她竟然能腾出时间去修补一些人际关系，和一些人重新取得联系。活动结束后，她忍不住感慨，回忆之前刷手机的日子，我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把网络当成获取知识的途径，却忽视了无用信息对我们的干扰。查询资料时，一个吸睛的标题可能让你忘记要做的事情；潜心创作时，一个微信小红点也可能让你灵感全无。而垃圾信息不会为我们绕路，想保持专注，唯有主动屏蔽。音乐创作人李健之前从不用智能手机，也没有微信。他说，智能化带给他更多的是干扰。之前习惯不停地刷各种信息，看别人吃什么了，自拍什么了，发生什么事了。后来发现这些信息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用处，反而会影响创作的专注度，所以就全部屏蔽掉了。刘同在《一个人就一个人》书中写道，你把时间花在哪里，人生的花就会开在哪儿。不要浪费时间在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信息上，屏蔽它们，花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。闲暇时用读书、健身代替漫无目的地刷手机，生活便不会感到空虚。做事时为自己营造深度思考的空间，给思想加码，人生才有向上的可能。当你主动过滤掉无用信息的时候，你的每分每秒都将变得更有意义。屏蔽别人的情绪。2012年，Facebook 对69万名用户进行了一项情绪实验。
他们把用户分为2组，一天时间里，为第一组用户持续推送积极快乐的内容，为另一组用户持续推送消极沮丧的内容。然后他们记录了这些用户当天在 Facebook 上发表的文字或图片，并判断这些图文带有的情绪。实验结果发现，大部分的受试者都会被情绪传染。被推送了快乐内容的用户发布的图文也带有积极的情绪，而接收到沮丧内容的用户发布的图文则消极悲观。想起这样一句话，我们活得累，并非生活过于刻薄，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，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。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女孩从海外名校硕士毕业回国，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，面试心仪的公司时也表现得很好，最终却没被录用。问起来才知道，她打车去面试，司机一路上十分烦躁，不停地抱怨堵车，奈何越来越堵，渐渐的，本就忐忑的她也火从心起。好不容易到了公司，保安例行检查，眼看就要来不及了，于是女孩在司机那里感染的坏情绪一股脑爆发了，十分暴躁地催促了保安。所幸她顺利地赶上了面试，并且发挥得不错。正当她信心满满地等待结果时，却发现自己没有被录取。女孩很不甘心，便托人打听原因，这才知道她对保安发脾气时被恰巧经过的主考官看到了。尽管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最优秀的人选，但考虑到她应试前的表现，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她。知道原委后，女孩十分委屈，因为她素来是个温和知礼的人，却因为受他人坏情绪的影响，失去了这次机会。曾经看过一句话，人世间最累的事，就是为别人的情绪负责。但事实上，别人的喜怒哀乐与自己毫无关系。不被别人的愤怒传染，不受别人的焦虑支配，不为别人的抱怨烦心，不因别人的沮丧失落，才是最通透的人生态度。内心强大的人都懂得屏蔽别人的坏情绪，掌握了心情的主动权，才能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屏蔽外界的看法。哲学家叔本华说过，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，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。真正的强者从不会因外界的看法而踟蹰，也不会为他人的评价而屈就。1999年，余秋雨应电视台邀请，担任《千禧之旅》纪录片的嘉宾主持。没想到这次跨界竟引来文学界的不满。当时足足有1800多篇抨击余秋雨的文章，说他不入流，沽名钓誉。还流传出这一句话：21世纪的文人圈有2件事是正确的，一是好好挣钱，二是骂余秋雨。面对别人的责难，余秋雨只是说了句马行千里，不洗泥沙，自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哪有功夫理会粘在身上的小小污点呢？之后文化苦旅出版，有人给他的文章挑错，有人批评他滥情，还有人说他不尊重文化。当时很多文学大家帮他发声，但余秋雨却依旧不理会任何言论，照常写文章，做自己的事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声音都渐渐消散了。余秋雨曾在《文化苦旅》中写道：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逆耳的声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。我们曾以为赢得别人的赞誉才是成功，后来却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为自己而活。从始至终，能陪我们笑到最后的只有自己，而脚下的路也只能我们自己去丈量。不敏感于他人目光，不生活在别人嘴里，做自己人生的评判官，才是最难得的清醒。正如荷兰畅销书作家罗伊·马丁纳所说，我生命里最大的突破之一，就是不再为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担忧。只有我们不需要外界的赞美时，才会变得自由。屏蔽别人的眼光和评价。人世间最累的人，就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的人。想做一件事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是否需要，而是别人会怎么想，怎么看。如果觉得这件事会得不到别人的称赞，那这样的人多半会选择放弃。内心强大的人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与评价，而成功也从来不是别人口中所说出来的。自己脚下的路只能自己去走，而自己的人生也只能自己来定义。想要变得自由且强大，
就要学会去做自己人生的法官，不在乎他人的评价和眼光，也不需要活给任何人看，更不需要任何人的赞美，自己开心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真正惬意的人生应该去樊存减。人生跌跌撞撞一路走来，最大的负累其实就是自己想的太多。真正惬意的人生应该去樊存减。有人沉迷于盲目攀比，失去快乐和初心；有人太过在乎闲言碎语，整日被扰得不得安宁。同样，也有人在这纷纷扰扰的世俗世界中，始终坚守本心，强大内心，过得风生水起。要知道，人生只有屏蔽来无关紧要的，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。在一个节目中，迪丽热巴被问到：“你怎么看待网上对你的恶评？”她只是有些诧异地回答：“啊，跟我有关吗？很多时候，你的屏蔽力就是你最好的保护色。越是有格局，越是可以保持自己的本心不动摇，对他人的私事不关心，不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。如果能做到这2点，将消除世上90%以上的烦恼。”一群人聊天，有人说朋友圈越来越没劲了，不是晒娃的，就是微商，要么是无趣的段子，或者过气的明星绯闻。问到其中一个人怎么看待这些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没什么感觉，不喜欢的我都屏蔽了。”人生的格局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，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。美国达人秀中有一位姑娘的表演震撼了全场，但在赢得全场观众惊叹之前，她是被评委淘汰了的。一开始，这位姑娘上台后便默不作声地在一个画板上乱画，4位评委看了，认为她在胡作非为，于是全部灭灯。被灭灯之后，她并没有急着解释，而是继续作画。终于在1分37秒的时候，她的作品惊艳全场。此时，这位被灭灯却依然坚持画到最后的姑娘泪如雨下。结果没出来之前，眼泪背后的委屈又有多少人知道呢？生活中这样被别人质疑的声音很多，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。如果你是一个说话温柔的人，有人就会说你故意发嗲；如果你是一个心生悲悯的人，有人就会说你假扮好人；如果你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还会有人说你假装圣人。活在屏幕外的我们，又何尝不是视频中那个画画的姑娘？用别人不理解的方式前行，却还要接受别人的评判，会被灭灯，会迎来不怀好意的猜疑和误解。年少被误解的时候，还想着要跟人家解释个明明白白才能放下，可是成年后，这些委屈就只能自己往肚子里咽，无人可说，也无法倾诉。世间的喜怒哀乐并不相通，也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外界的不良声音或许无法制止，但可以修炼自己的屏蔽力。所谓屏蔽力，就是主动屏蔽不需要的东西和不必要的关系。上周其实也有一个迷惑中的姑娘秋秋，专科大2，如今面对毕业季，她决定考本科。当她把这个想法说给身边人听的时候，得到的却是质疑：你这样的能考上吗？其实生活里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声音，过分关心只会被干扰，没法心无旁骛地走到目标。屏蔽力就是这样，把重点关注在我们想要的事物上，多余的部分一一去除。而太关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，反而是在消耗自己。只有主动屏蔽它们，减少关注度，才有机会将精力用在自己本身。世界越复杂，就越要简化自己。过于斤斤计较，只会无意义的内耗，让自己心力交瘁。没必要为了一些鸡毛蒜皮和他们针锋相对，到最后只会伤了彼此的感情。世上你我皆过客，何必计较那么多？一个人的格局往往能决定他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朋友圈有个女生32岁，去年2月毅然辞了职，想开创自己的事业。可评论里全都是质疑的话：你要创业呀，你能行吗？风险很大的。她决定关闭朋友圈，专心做自己的事业。现在她的工作室做得很好，她也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世界上最难的事，莫过于知道怎样将自己给自己。时间和精力多花在给自己赋能的事情上。2个好朋友去报摊上买东西，买完东西后，其中一个人
对摊贩说了声谢谢，但摊贩一句回应也没有，甚至还冷脸相对。另外一个人气愤道：“那个摊贩态度真差，你怎么对他那么客气？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呢？”有一种格局是，你能清楚地知道别人的评价是错的，但已经不屑于解释。所以你想做的事，你就去做吧。你可以大胆一点，不用顾虑那么多的质疑和猜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怀疑、被人诋毁的时刻，但请别怕，也别退缩。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交出一份最好的答卷。美国作家马德琳·恩格尔说过，人之所以为人，就在于拥有选择的能力。学会屏蔽不需要的东西，才能收获更有意义的人生。摒弃了无用的信息，思考便多一分专注。不理会别人的情绪，才能更加热爱生活。不在意外界的看法，就可以少去许多烦恼。今后，愿你做自己的铠甲，屏蔽无谓的干扰，在漫漫前路中守护自己的灯火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